我们今天画这个紫藤哦，今天下午画这个紫藤，这个4尺4开的纸刚好可以在这个屏幕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可以现在画一个藤，我们把这个笔在这个水里面，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笔这样子洗一下，在水里面洗一下啊，洗一下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啊。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当然里面你像这样子洗的时候它里面很多水，你刮的时候可以两边刮，它就刮的有一点点扁哈，这个笔有点扁。那我这个墨里面这边是浓墨，这边是浓墨，那你可以在这边调，浓墨蘸到这边来，再来调哈，直接蘸一下浓墨，不需要怎么调，直接这样子上去啊，然后再蘸一点墨，再来一下，再看从哪里再来穿插一个，往上，有一个穿插的，好像这些有一些还不够到位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去调整一下。像这些地方一笔没有画到位，可以去调整一下。像这些地方都可以调整一下啊，这些到干了之后再去调整也是可以的。你现在趁着这个湿的时候调整也是可以的哈。这样去调整一下。先来画一个藤啊，我们今天先画一个藤，这样子走上来，看一下啊。这个稍微直一点的一个缠上去的一个藤，这里再来一个直，一个短的。让有一个穿插的，从这里穿插一个，有一些穿插的过来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再来一支。再有一些小的穿插，大的穿插里面有小的穿插。好，我们这个藤先画这么多哈，到后面我们再去整理。藤我们先就这样子画啊，先就这么多。后面等它干了，我们可以再去调整它。现在我们加花，这个藤我们现在就画这么多啊。可能有一些藤会被遮住，我们现在就不用画，全部画完，那么这个整个画面这个藤就在上面了，花就在下面了。因为我们的花要主要表现我们的花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地方我们要把花画到最前面的一个层次。好，我们现在画花了啊，现在再加上花，加了花之后，我们再去整理，整体的去整理这个藤。这个藤我现在只用了这个墨哈，其他的什么都没用，只用了墨，就是水和墨，就是笔洗了之后调墨。我们现在可以画这个花了，好不好？我画紫藤花通常用的是这几种颜色，一个是太白、玫瑰红。好，然后这个太青蓝，还有这个胭脂，这个是我画紫藤要用的几种颜色啊，还要用点藤黄哈，太白、藤黄，玫瑰红、太青蓝、胭脂，5种颜色哈，这个画紫藤的5种颜色。好，我们开始画这个花。我们先开始看一下这个画面在哪里加一组花，
看一下在哪个地方加一组花。好，我们在这一块加花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一块加花，在这一块。来，我们加这个花的时候，首先我们画这个花最下面这个花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深一点的颜色哈，直接用玫瑰红调多一点，玫瑰红哈，现在是调的是玫瑰红。好，这个玫瑰红没有用牡丹红或者是曙红都可以哈。调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胭脂，玫瑰红和胭脂来画这个花的最下面的这个小花苞，我们两边要有所不同哈，然后这个花苞是慢慢往上，慢慢越来越大，刚开始它是很小的哈。直接用这个笔尖这样子去点下去哦。我们牡丹花就是画牡丹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点的这种笔哈，慢慢往上点，越到上面这个花瓣就会越来越大哈，然后这个中间有的时候也有，好，再加一点颜色，越往上这个花瓣是越来越大哈，有一些它直接这样子从边上跳出来。我们画这个紫藤花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可以画3笔，一个花你可以画3笔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按照这样子去画也是可以的哈。中间有一些可以把它遮挡。好，这个花越到上面，这个花会越来越盛开，然后这个花瓣也会越来越大了。好，越来越大。好，这个笔上现在干了，我们可以蘸一下水哈，直接用笔这样子蘸一下就可以了。蘸一下，然后再去调。我们现在画上面的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太白进来。加了一点太白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稍微的蘸一点点这个胭脂，我们这朵花的话，现在我们这朵花根本没有用这个太沁蓝啊，全部用的是这个曙红和胭脂来画的，这一朵都是用曙红和胭脂啊。越到上面这个花瓣，它会颜色越来越浅。然后花瓣呢越来越大，当然这个大里面大的里面是有小，小的里面有大哈。现在笔上又干了，我们要再蘸一点点水啊，蘸点水之后调一点点，一样的调一点点太白。到上面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太沁蓝啊，让它有一点点紫了。加一点点太沁蓝啊，加一丁点这个太沁蓝，看到没有？有一点粉紫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这个上面越来越虚哈，上面越来越浅，颜色越来越浅，这个物象越来越虚。好，我们这个上面是带一点紫色的，那么这个下面我们也要出现一点点，让它有一个呼应，在这些有些地方我们出现一点点这种紫色的哈，让整个画面有一点这种呼应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一串我们在这个画面只看到一半哈，这一串我们就画这么多。那么画这一串画完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花柄给补上去。那我们这个花柄用什么颜色呢？它用的颜色跟我们画牡丹的这个嫩叶子的颜色是一样的。这个花柄用的是跟这个牡丹的嫩叶嫩芽用的是一样的颜色，是这个三绿、藤黄还有这个朱标。
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现在调这个画这个花饼的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叶饼，用这支还是用的我画牡丹的这一套笔啊，一样的这一套笔，只是用那一套小花头笔画的啊，小花头笔画的。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，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，好，我们让这个花饼从中间穿过来，好，把这些花饼给画上。这中间有的地方也露出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再画上它的一个小花托。像这上面就感觉这个小花已经掉了，有一些是被这个风吹掉了，或者是虫子咬掉了。待会儿我们先画着，如果说我们到后面想把这个上面加上这个小花，也可以再加上哈。好，我们再画上这个小花托，一样的用这个嫩叶子的颜色，像这样子画八字形啊，好，这个上面有一些地方也画上这个小花饼，有些地方也画上啊，但是不要全部的画，满，全部画满它就会显得很散。好，这些有一些这个白的地方，有一些这里面露出来这种白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把它均衡一下，不要让它露出太多这个白点，因为显得这个层次不够饱满。我们把这个白的把它去掉，然后就显得后面还有这种层次，显得这个花的这个层次会显得更加饱满一些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画的第一串花，那我们在这里再画一串，在这边我们再来一串大的，我们让它成为这幅作品里面的主要的一串，最大的一串。好，我们这一串我看一下要多长，画到这里来吧，画长一点。好，这一串画到这里来，让它长一点，让它每一串的都有这个区别。好，这一串在这里来画。首先我们还是画下面这个花苞啊，它是下面画这个花苞的话，这个颜色会比较深一些，由深到浅，让它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。好，我们先调这个玫瑰红哈，可以调一点点这个太青蓝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画下面这个小的花瓣，小的这个花苞还没有盛开的啊，一点、2点。好，小的有大的，这样子让它去穿插，大小的去穿插啊。有大小的去穿插。好，我们偶尔这里来一个大的，让它有大小的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。
这边它到这个中间来了，一点一点的去点它，就像我们画这个牡丹花，它也会有这种笔法，有这种去点它的，去点。点的话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点的时候我们中间一笔大，可以这么去点哈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去点。我们调的时候调一点点太清蓝进来，调一点点，稍微的调一点点这个太清蓝进来啊。好，这个花瓣越来越大哈，越来越大。越到上面，这个花瓣是越来越大的，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，让它有参差，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参差的这种感觉。好，你看这里小里面也会有一些大的，大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小的，让它有这种参差的这种感觉。这个花瓣盛开之后，它会有一些往上哈，朝上盛开的，来朝上往上盛开，加一点颜色。它偶尔也会跳出来一个花瓣，有这种变化。好，我们再往上，我们要调一点点这个底色了。调一点底色，我们现在用这个笔尖蘸一下水啊，用笔尖蘸一下水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太白，调一点太白进来，让玫瑰红里面加一点点这个太清蓝，调成这种紫色，这种粉紫色啊。再加一点水，再蘸一下这个水，让它成为一种粉紫色。好，慢慢往上啊，往上的话，颜色越来越浅，花瓣呢越来越大，有一些各种不同形态、不同姿态的这种花瓣啊，不同姿态的花瓣，你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你还是注意这个笔法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样子去画啊。好，颜色到上面来越来越浅啊，到上面会越来越浅。浅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深中有浅，这样子去搭配。调一点点这个太白，现在我们加一点这个太白进来。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和这个太清蓝，让它成为一种淡紫色。上面这个它就越来越虚了，我们可以往上往下画了，可以这样子来画，比较虚的这种花瓣，加一点点太清蓝，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蓝了，让它跟旁边这一个花，让它有明显的这个区分。两朵花这个颜色稍微的有这种区别。好，你看这个蓝色慢慢往上，慢慢蓝了，慢慢比较蓝。那么这个蓝，我们在这个花的这个下面中间的地方也要出现一点，让它有一个这个呼应色，有这个呼应。好，中间的地方我们出现一些。好，这一串花我们就这么多，然后我们一样的中间补上这个花的这个花托，这个花柄，还有这个串起来，像这个紫藤花像一个葡萄一样的，中间有一条这个梗，把它这一串花给串起来。那这个梗的话，我们用的还是这个藤黄加3绿。
后调一点点这个珠标，颜色不要太水分太多了，水分太多你画的话它就会晕掉了，所以稍微的干一点点哈，笔稍微的干一点点，不要太多水了，调点珠标，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这种从哪里中间来串起来，有些地方我们已经看不到。好，这样子串起来，画一下这个小花饼。画这个花饼的时候要有这个多少这种对比，两边尽量不要画成一样的，两边不要一样的。那有些地方看不到，我们还是把它这些缝隙里面可以加一点，然后我们画上它的小花托啊，小花托就像画一个八字形一样的啊，画一个八字形一样的。花这个小花下面画上这个小花托，这样子它会更加有层次。如果说有一些其实画这个写意它不需要画的，但是我们为了让它的这个层次更加有这个深浅的层次更加明显，因为这个花托的颜色它是比较深的哈，让这个画面有一些这种非常深的这种东西出现，它会更加显得更加这个有层次感，更加有这个厚重的这种感觉。当然这个小花托不是说每一个花都要画上小花托，有一些我们是看不见的，有一些我们看不见它的小花托了，所以说在这个花里面藏起来，你看我们有一些地方画，要有这个疏密关系，在画这个小花托的时候也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。你看有些地方画并不是说所有的都画，有一些因为它是被在里面藏起来了，好，我们在这个非白的地方，这个白的地方有一些这个地方空白的地方，我们还是把它填一下，不要让它太多白的。如果有白的感觉，它这个画就很平面，就比较平面，这样把它填呢，显得它比较厚重。这个花后面还有花瓣，是不是？因为花的后面还有花瓣，所以它是很密的，很密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大花，这个比较大的花，我们里面蘸一点这个白色，直接用这支笔还是用这支笔哈，这样子直接把这个白色的调一点，笔上也要有一点水分哦，就是撞一下白色啊。当然不要每一个花瓣都撞啊，只是有一些我们要撞一下，不用全部撞。撞了白色之后，我们调一点这个藤黄加上这个太白啊，再来一下，再来撞一下。然后我们不要每一个花瓣都有哈，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。再撞这个白色也要有这个疏密关系。如果说你每个花瓣都有的话，它到时候整个画面它就很散了。这个整个到时候你一眼看上去这个花到处是点，这个点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我们就点这么多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上面我们稍微的可以点一下啊，不需要沾这个太白的这一块因为才露出一点点啊，只需要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两串花，它会稍微在这个颜色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区别。好，我们这两串啊，我们可以从中间再来一串啊，再出来一串啊。再出来一串比较再长一点的哈，从这里出来。那这一串我们就先画这个花饼的，中间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留一点。那这个就比它更长一点，我们让它这样子弯过来，啊，画一下它的这个小花饼。画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些参差，然后两边要有所不同哈，一边多我们就要一边少，让它有这个变化，不要两边都一样的啊。
好，我们先画这个花托，我们再去画花，再去画花。好，我们再来把它加上这个花。那么这一组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颜色浅一点点，让它更蓝一点，让每一串这个花都会有一些区别，让每一串花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微差区别。好，我们用个太青蓝，用这个太青蓝和这个玫瑰红来画这个最下面的。直接点哈，直接点。那这边可以点多一点，这边就少一点，让有个多少的这种变化哈，让它有一个多少的这种变化。这一串我们就让它蓝一点哈，让它蓝一点，让它每一串的这种颜色稍微的有一种这个微差。好，这边我们用的这个太青蓝会比较多一点哈，然后去点它。这一串的颜色会稍微的浅一些，因为这一串的话，它是在这个，我们就把它画成后面的这个层次。那在后面，既然是在后面这个层次，那肯定它是越来越浅的。而且这个花它是比较稀疏一点，没有那么密了。这一串的就没有那么密了，比较稀一点。比较稀一点点哈，这一串是比较稀一点，让它有这个，让它有这个疏密的，让它这个在里面有这种疏密关系。好，我们这一串一样的可以加上它的这个小花托。加上这个小花托。好，这一串就可以了，这一串就可以了，让它有这个搭配，大的和小的、密的，然后颜色上也有区别，这样子去搭配起来，它就会显得更加好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圈啊，再来一串，看一下哪个地方再来一串比较合适啊？看一下哪个地方再来一串，在这个地方来一串啊。在这个地方来一串，这个地方来一串，我们跟这个颜色差不多的，紫一点的，让它有这个呼应，让这一串和这一串有呼应。所以我们这一串也来一串这个稍微紫一点点的颜色，稍微紫一点点的颜色，我们就用太青蓝用多一点，应该说是稍微蓝一点的颜色哈，稍微蓝一点的颜色，我们多用一点点这个太青蓝啊。我用的5种颜色是这个花花是这个太白、藤黄、玫瑰红、太青蓝，还有这个胭脂这几种颜色。好，我们这个也是一样，多用一点这个太青蓝，多用一点太青蓝。最下面的这个小花苞，我们加一点胭脂。最下面的这个小花苞，我们加一点胭脂进来。好，我们这一串的话，跟这一串不要一样长，要么长过它，要么短过它。那想长过它还是短过它呢？那我们就稍微的比它长一点点哈，这一串我们稍微的比它长一点点，这一串就放在这个边上，画在这个边上，深一点哈，这个笔尖再来深一点，水分有一点点多。
这一串我们让它深一点，越到上面颜色越来越浅哈，越来越浅。到上面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太白进来了，可以再加一点。好，这一串的话，紫色的这一串紫色的，每一串的这个颜色会有一些这个区别哈，让它有这种渐变，让这个整个画面会有一些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感，不要都画成一样的就平平无奇。好，我们笔上蘸一点水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太白和这个太青蓝，因为这个越到上面这个花它会越来越浅，所以我们上面稍微加一点点这个太白哈，加一点太白，然后让这个颜色上有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我们可以反笔来画，花瓣也是有大有小，然后这个下面也是掺插一些这种比较蓝一点的颜色的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让它长出来，这个角我们就把它封了。把这个缝里面也是加一下，不要让它太多这个飞白了，因为让它显得密一些。好了，这个花画完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，把这个里面中间的这个花的这个花柄把它串起来，把这朵花给串起来。还是一样画上这个小花托。好，我们这里长出来一些，我们再加一点，让它跳出来一点点，让它加一点点。好，这里也是一样，加上小花托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上面有4串花，然后这个下面是不是没有花的话，会显得比较空，会显得比较单调，是吧？那我们再在下面找一个地方画一串花，跟这个上面做一个呼应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画到哪个位置。这个位置看一下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可以画到这里哈，可以画到这里。要不我们就画到这里，在这里画一串啊，在这里画一串。看它长到哪里？长到这边吧。从这边我们先画一个花柄，先画一个花，让它从这里长出来。让它一边多一边少。先把这个花柄画出来，然后再来画花，都可以的哈，看你选择你怎么去画都可以。然后这一串我们可以红一点哈，可以稍微的红一点，那么颜色也可以淡一点点，用这个玫瑰红。先开始下面的用玫瑰红和胭脂，下面这个花瓣它是稍微的深一点，这样子去点哈，这个小花苞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。就直接去点它就可以了。小花苞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。我们画牡丹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种笔法，直接点的这种笔法。画这些小碎瓣的时候，来这边我们慢慢的这个花瓣它就大了，慢慢它就变大了。当然我们不要太齐了啊！你看我现在这个地方画的有一点点齐了，有一点点齐，那我们要去打破它，要去打破它。这里加一些花瓣让它打破。好，我们上面这越来越浅哈，越来越浅，浅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太白进来，加一点点太白。好，到上面来，到上面这些花瓣会越来越大一点，也会有一点点这个紫色的，让它有一些缺口，不要全部太圆了，像葡萄一样太圆了。我们这样子让它两边有这种变化，两边有这种变化，它会显得更加好看一点。好，这边我们再来一串。下面来一点，下面来一点，我们要加上这个小花柄，加长一点，把它加长一点，加长一点，然后我们一样的加上这个小花托，加上这个小花托，花托还是一样的，用胭脂用多一点，让它颜色深一点哈，让它颜色深一点。好，这些有一些花，让它感觉是被这个虫子啊，被这个小虫给叼走了，或者是被风吹走了，有一些让它有一些这种感觉。来画上这个小花托。
好，我们这个花画完了，我们得要画叶子了。我们要画叶子，我们先安排一下叶子在哪里哈。先安排一下叶子，我们把这个叶子布局了之后，我们再去整理这个，再去整理这个藤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叶柄哈，安排一下这个叶子。那我们从这边，从这一个先安排一下这一串的啊。看着这个叶子一般这个叶子都是从这个花这个地方来长哈。我们这里来一串，这里来一串，然后这边2串，我们可以让它再往这边长一串啊。这样穿过来3组叶子，那可以这边再来一组啊，可以这边再来一组，让它下来，长下来也可以哈。让它有4组叶子，这边3组，这边1组。我们先来安排这个叶子，先来把这个叶子先安排好。这一张画的话，叶子的话露出来就比较少，然后它花是比较多。然后看一下这边。这边我们的叶子让它往后面这个层次，在后面从后面伸出来，这边也是伸出来一些叶子，这边伸出来一些叶子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叶子看一下怎么样掉出来一些些，从这边掉出来2串叶子，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啊。好，我们来加上叶子哈，加上这个叶子。那我们加这一组这个小花，我们就加上这个嫩叶。好，我们加上这个小嫩叶，我们用藤黄多一点，然后藤黄胭脂。好，这样子往上，这个小叶子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，这个叶子，藤黄。这一组这个小花，我们就加上这个嫩叶。好，我们加上这个小嫩叶，我们用藤黄多一点，然后藤黄胭脂。好，这样子往上，这个小叶子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，这个叶子，藤黄。每一片叶子要有区别啊，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区别。这边我们可以小，让它有这种侧面的这种感觉。藤黄多一点，藤黄和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一串，叶子让它大一点。好，这边我们让它侧面的。这个小嫩叶很好看啊，嫩嫩的，但是它跟这个牡丹花的这个叶子还是有所区别的哈，这一串我们让它，好，这里一串，这个叶子就已经很多了，我们这里再来穿插一串啊，因为这2个有一点两边来有点平，那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串啊，小的，打破一下它，这样子会显得更加协调一点。
我们上面有一些深色的叶子，我们上面画一些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我们加一点这个太青蓝哈，加一点这个太青蓝来画。加一点太青蓝，加一点墨，加一点太青蓝，然后我们笔尖蘸一点墨，我们用太青蓝加藤黄，然后调这个墨来画啊，太青蓝和这个藤黄。太青蓝加藤黄调成这种绿色，然后我们笔尖再蘸一点这个墨哈，蘸一点墨啊，笔尖蘸一点墨。好，我们画一些这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的这个叶子，来这里先画一组。这每一片叶子也会有一种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，不要把叶子都画成一样大哈，要让它有变化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。好像每一组叶子我们都要有所不同哈。笔尖蘸墨。2串叶子，好，我们这边再来一串来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的这个叶子。要画这个叶子，不要画的太平均了，不要都画一样大。这个叶子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好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那一片大一片小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啊。注意不要画着两边都一样啊，不要画着两边都一模一样。即使真实的我们长得一样，我们也不能画成一样。我们还有后面这个层次，后面还有就是淡叶子的层次。那么像后面这些，我们直接画上一些这种层次，这种叶子的这种感觉，这些缝隙里面都把它画满，让它感觉这个层次很丰富。加一组叶子，这边加一组叶子哈，我们就是加这个小嫩叶了，让它这个叶子颜色又有所不同了。颜色加一点点这个珠标，我们这一组叶子让它嫩一点。藤黄加一点珠标，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。你看这叶子，我们画每一片叶子的话，都是要有一点这个变化，有一点这个变化，不要画的太平均了。要画出一些变化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组。那两组的话，我们要有这个深浅的，两组在一起的话，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要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，要有这种浓淡深浅的这种变化，否则你就区分不开这两组。把这个叶柄再把它画一下。那两组有区分，把两组给颜色上区分开来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画面啊，再看一下这个画面哪里需要再去补充。最后的话就是完整去补充的时候，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一个特别小的，好不好？来一个特别小的。
来一个刚刚长出来这种小紫藤，来个特别特别小的。刚刚长出来这种小小的这种小紫藤，然后也画出一点点小嫩叶啊，画几组这个小嫩叶。小嫩叶我们直接用藤黄加这个胭脂，直接用藤黄加胭脂把它画嫩一点，小小的。这叶子要注意这个变化，不要太类似了，不要两边一样的，不要对称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小的。好，我们再勾一下这个叶茎哦，勾一下这个叶茎。这个嫩叶我们直接用这个，就用这个胭脂来勾，不要勾太明显啊，随意的勾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上面的这个比较老一点的这个叶子，我们用这个墨来勾，用这个墨。这个墨要干一点哈，不要太多水了。像勾这个牡丹花叶子一样，一片上不要勾太多，而且不要勾的太平均了，要有这个变化。好，随意的勾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调整这个画面。再看一下这个整个画面，我们哪里需要去调整一下？像这个藤的话，这里不够颜色不够深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下啊。往后再深一点点。往上去，这里来一些这种点，来一些这种小的藤什么的。再进行这个调整。
这里再出一个叉。好，这些地方也是一样，我们加一下这个点，然后用这个扩笔，用这个浓墨可以稍微的扫一下，可以加一下这个抬点上去。这里可以再来一支，这枝条慢慢多一点，让它丰富一点，让它多一点。慢慢的调整一下。把这里来下来一个枝。进行一下调整啊，最后进行一下调整，看一下哪里不好的地方，我们都来调整一下。我们加一些小虫子好吗？好，这个藤就比较的丰富了。这里加一些这个小点。好，我们再来加一些这个叶子啊，加一些这个叶子的层次。这个加一些这个后面长出来一些这个叶子，让这个地方让它不要太空了。加一些这种淡叶的层次，让这个地方稍微满一点，不然这个空隙太多了，小空太多了，会显得很散，显得很散。再加一些这个后面也是一样，要加一些这种淡叶的这种层次感。
再加一些这种蛋液的层次啊，显得让里面这个层次更加丰富。加一些淡淡的这个层次，加一些这种淡层次，让它显得这个层次感更加丰富啊，层次感更加丰富，否则它就里面就很空了，就里面感觉有那么多空隙，就感觉它是一个平面的。来看一下，我说加一个小虫子哈，看一下加一个什么小虫子，加一个蚂蚱，在这里加一个蚂蚱好吗？加一个蚂蚱，看一下加在哪里啊？加在这个，加在这儿。好，我们加一下啊，先把这个虫子这个大形勾出来，头，它有点尖啊，头有点尖，然后身子，我们这个虫的话，它到时候画成绿色，用3绿色，画点纹路，先把它的一个形状，先把形状勾勒出来啊。这个爪子，3节啊，4节，1节、2节、3节，4节啊，下面还有一个大的。下面这个就比较大，这个下面是它的是翅膀还是？然后下面会还有4只脚啊，还有4只脚。好，它这个脚会有一些这个小的这种看到没有？这种刺什么的，也不知道是刺还是什么。
大概这样子吧啊，画一下纹路。大概这样子的一只虫。好，我们来点3粒哦，来点3粒，用3粒。用这个3粒哈，3粒好像还是有点太绿了一点，加一点藤黄吧，3粒，3粒加一点这个赭石。这个是我们看到它是正面的，在肚子下面我们看不到的，我们是看它的背的，这个是它的背。可以了，就这样，写意的意道就行了，不用太像了啊。画几只蜜蜂好不好？我感觉可以画几只蜜蜂。画这个小蜜蜂就让它长在这个花上面或者是枝上面嘛，那完全它就不占空间的这种，不占空间的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画一只，在这个叶子上画一只，先画一个小头，身子，点一下就是了。这个写意的意道就行了，不要太像真的一样，因为我们不是在画工笔哦，不是在画工笔。这个身子、肚子啊，它的肚子，2个触角，身子黑一点啊，画一点，弄一点黑的，然后我们画两个翅膀，画那种蜂王，那种蜂王，不是画那种小蜜蜂，蜂王。这边有一个翅膀，好，我们用这个画个小蜂王，
就是不是那种很小的这种蜜蜂哦。用这个珠标加一点藤黄来画这个肚子。好，这个小蜜蜂，你说这个空间不占空间吧？完全没问题的。画了一只小蜜蜂，就是加一点小动物，这个画面会显得更加生趣。虽然这些画面其实这些藤上啊，还有什么上还可以加一点什么小七星瓢虫啊，有个七星瓢虫画上去也很有意思的。这个虫我们来画一个好不好？这个虫画一个，我看一下画哪里啊？七星瓢虫，我们来一点这个大红色，来一点大红色，我看一下这个虫就画在这里吧，画在这一片叶子上啊，画这里吧。A 应该小一点，不然太大了不行哦，因为它肯定比这个虫要小很多。它个肚子就是圆的啊，好圆呐，圆的。然后再用这个黑色的，好小一个，好小一颗。用这个黑墨，用这个墨，上面有这个头。一个角，好像是6只脚，2个角，3个角。好，这个身上再加一些这个黑点，身上再加一些这个黑点。太小了，都看不到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哎，这个现在有3个动物了，3个动物刚好有3个小动物就有这个对比了，然后它2个在一起，它在一起又有这个关系的对比了，一个多的和少的，一个疏密的这种对比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藤现在加一点，现在有点干了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赭石，加点赭石进来啊，加一点点赭石在这个藤里面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淡淡的一层赭石。淡淡的一层赭石，调一点赭石啊，调一点赭石加在这个藤里面啊，加在这个藤里面，让这个藤显得更加不要太单薄了，让它有这种体积感。扫一下，现在它干了，可以扫了。刚刚太湿了，它会晕开。扫一点这个赭石进来。其实我经常是没有直接用这个墨加赭石，它会更加这个画面感，因为赭石这个颜色非常好，不管画山水、画鸟，它用它显得这个赭石色显得特别高级。好，撒一下赭石，然后它会这个藤会显得更加有这种感觉。好，这幅画就完了。